到新闻大白话，那么随着美国总统川普的上任之后，大家也很关心这加萨的局势接下来会怎么演变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说接管加萨难道是势在必得了吗？现在川普引发众怒，我们可以看到呢，川普提议在美国接管加萨之后，卢比欧就要去访问中东了。美国国务院高官透露，卢比欧在2月13到2月18要出席慕尼黑的安全会议，而且要访问以色列、阿联酋，甚至是卡达还有沙烏地阿拉伯。美国媒体就说了，埃及秘密展开了外交的闪电战，反对川普惊人的加萨计划。尤其是现在埃及也很紧张，全力组成了一个统一阿拉伯阵线。那么呢，反对川普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加萨的计划。埃及的外交部甚至讲到了，埃及最高的外交官呢，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那么这个阿蒂呢，过去几个小时里面呢，去中东的11个国家跟外交部长讨论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局势。其中有一个官员就说了，这个消息已经传递给五角大厦，包括了美国的国务院和国会议员。另外一名官员甚至也表示，这些讯息已经传达给以色列跟其他西欧的盟友，当然也就包括了英国、法国以及德国。那么现在约旦跟伊拉克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川普的加萨种族清洗计划，数千名的抗议者走上了伊拉克、约旦的街头，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对于加萨原住民进行的种族清洗计划。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大家是拿起了旗帜在街头上挥舞。现在79国联署要反对川普的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意大利呢没有签，现在引发了关注。英国、法国、德国79个联合国的会员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多数的国家都加入这样的联署，但偏偏就是意大利没有替这 ICC 来发声，被认为很有可能跟最近他们在调查一个异国释放的利比亚战争罪嫌有关。那么现在美国反对川普、马斯克的声浪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川普强势改组联邦机构，街头现在已经掀起了一波抗议潮。尤其在川普改组了这个联邦机构人士与组织引发争议之后，反抗的力量是到处都有。国会有民主党议员提法案反制，法院至少有35件的诉讼，就连街头也出现了民众的多日的抗议。那我们就帮你翻译了这个 USA Today， 他说我们受够了裴布罗人在周五的示威活动中要抗议川普跟马斯克。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呢，大家都走上了街头，直接要反对这2个人带来的体制，因为他们认为马斯克的权力已经无上限了，关掉了部门，大裁员，让全美现在是不忍了，串联起来抗议。那么抗议的群众直接讲，不要川普，不要3K 党，甚至是不要法西斯的美国。很多的抗议者聚集在明尼苏达州，高喊驱逐马斯克，甚至还直接来骂现任的总统川普。民主党的参议员范霍伦呢，他是直接说了，我们正在目睹美国史上最贪腐的交易，马斯克贡献付超过2.5亿，帮助这个川普当选。那么现在他就把这个财政部啊、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这个重要的钥匙交给马斯克，我们要结束这种非法的夺权。甚至有一名示威者用 AI 放上了这个马斯克跟川普亲来说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有多亲密。好，那么现在川普是不是被架空了？有人说马斯克把沙发床都已经搬进人事管理局总部了，川普授权他审查几乎所有的事情，所以呢，等于是给了马斯克至高无上的权力，让他把沙发床都搬进去这个总部的5楼，让他的团队可以全天候的来工作。那么川普也告诉 CNN 的记者，马斯克审查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了五角大厦跟教育部的支出，他通通都有参与咖。那么白宫是不是有一个影子宰相呢？川普的新政雷同2025计划，有人认为这个影子宰相可能是马斯克。那么但是其实川普一系列极右派的新政策都出自于谁？白宫的预算局长罗素福特之手，他也是引发这个争议2025计划的幕后主笔。川普上任之后发布他的行政命令，包括了驱逐移民啦、废除聘雇多元人才，都是他主导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他现在是不是被这2个人已经架空了呢？马斯克入主白宫，又掌握 X 平台，学者说双重的角色可能让民主有动摇。现在有人就直接讲了，政府跟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美国的民主已经不像是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影子总统马斯克，影子宰相罗素福特，现在跟川普政策
就变成了一个盖章的人而已，川普就被这2个人给架空了。我们先问一下韩冰哥，你怎么看这个接管加萨这样子的想法？老实讲，大家都有看到那张图嘛，就是他语出惊人的说啊，我们要接管加萨的时候，纳坦雅胡笑得很高兴，他旁边的白宫幕僚长眼睛瞪超大，想问你到底是在攻啥？你讲这种会犯众怒的东西。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中东这些国家果然开始串联了，那你也看到欧洲这些国家也都没有人支持，因为这个摆明了就是一个种族清洗。那虽然卢比欧帮他缓颊说啊，没有，我们只是要把它重建，重建之后再让巴勒斯坦回去，怎么可能会回去嘛？他想也知道，绝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这些人如果一旦被你们赶出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变成以色列了，永远回不去，就是这样。表面上好像是按美国在接管，实际上就是纳坦雅胡在控制啊，就以色列在控制啊。这个是个阳谋，也许对川普来讲，我们只要能够开发这个地方，到最后房地产赚大钱 ，OK 的。可是你考虑到这230万巴勒斯坦人的未来吗？那你准备怎么安置他们？那是他们的家，你可以随便把人家赶走吗？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一意孤行，因为看起来川普并没有要停哦。虽然他们卢比欧啊，他们几个帮他缓颊，可是川普还是继续提这个计划。所以如果川普真的准备执行下去的话，那美国就是准备跟整个中东为敌。那美国以后也再不用去跟人家讲什么人权啊、自由啊什么东西，因为你们就是一个协助进行种族清洗的刽子手。所以我觉得川普最好继续这样干。你看美国会遭遇到多大的反弹呢？而且你要知道，巴勒斯坦这些人，他未来恐怕都会变成恐怖分子，美国恐怕会永无宁日。那至于说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东西呢，国际刑事法院这个东西，美国本来就不是会员，那所以美国宣布制裁他也不是第一次。那老实说，这些国家他去联署，意大利参不参加联署根本不重要，因为也不会改变什么。那他们也不会真的对美国做什么，就只是嘴皮子动动而已，也不会谁采取真正什么行动。所以国际上这种像聋子的耳朵的装饰品一样越来越多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导致川普现在推行他的新政，那当然他改变过去这么多年来，包括性别多元政策啊，包括其他的相对的这一些友善的这些政策啊，一定会招致反弹。那包括原住民现在都出来，这个佩布多人就是当地的原住民，他们现在也出来反弹了。那这种反弹一定会越来越多。我跟大家保证，现在你看几十个官司哦，根本是少的。我估计川普一律这样干下去，官司恐怕会上千个，我想绝对跑不掉，到处都会反对，因为这个是动到人家根本利益的东西嘛，所以人家怎么可能会做事呢？所以这些族群会反弹的声音会越来越大。那可是这就是川普当初竞选的时候承诺。所以他会不会这样干？我认为他会持续这样做。所以美国内部的动乱指日可待。那更不要说现在他身边全部都是这些鹰派的人。马斯克是很狠的，他第一个，他现在洋洋得意，认为他的效率部可以一周工作124小时。那他当初不要忘了，他当初接管 Twitter 的时候，他一口气裁了90%的员工所以这个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美国的内乱方兴未艾，大家等着看吧。那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现在的国际局势呢？川普讲就是美国要接管加沙，其实造成整个东中情势的现在完全的大混乱。他真的很想要接管加沙，他跟他的女婿很想要把加沙的蔚蓝海岸，就像他在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做一个土地开发一样，他以为找一个建设公司，找一个讨债公司，找一个中介公司，再找一个黑道团体，就可以把那些钉子户赶走。但在加沙上面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非法移民啊，他们不是钉子户啊，他们是在过去这个加沙战争当中死了47000人，中间有将近2万人是儿童，现在终于可以回家重建。结果来自于美国的川普总统说：“我要接管。”我把你们都要赶走，到沙特去，到埃及去，到约旦去，否则我就会出兵。我觉得美国绝对不可能出兵在这个问题上，而且这3个国家已经现在很清楚，绝对不会接受。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是他们的祖地、历史，他们自己可以再重建。本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废墟。
在这边建起一个他们的家园，这不是问题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川普现在开启了一个潘朵拉的大盒子，他如果不及时的制止的话，他等于就是大开绿灯授权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很高兴了，因为哈马斯会不会反抗？哈马斯会不会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就有理由说，我要再起战争，然后呢开始做反击，战争又在扩大。而这个时候的战争就不是以追杀哈马斯了，而是要去执行川普的占领计划。什么占领计划？就占领蔚蓝海岸加萨，要清洗巴勒斯坦人，这也是非常符合就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他们这些右翼犹太人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个大以色列就是要包含这个区域，所以川普现在等于开了一个大的绿灯。这个让我想到，在2004年开始，乌克兰历经到橙色革命，2008年美国主导的北约接纳乌克兰，2014年又再次的发生广场革命之后呢，你就看到乌克兰人就觉得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哇，老大支持我，最后导致乌克兰战争变成今天的结果。那美国呢，不派一兵一卒，还大赚能源、军武，甚至现在乌克兰稀土，美国都要拿走。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了解，在这个中东啊，当然现在是非常紧张，不要认为说啊，这个绝对不可能，川普不可能派兵，但以色列已经蠢蠢欲动。那我们来问一下张将军，你怎么看？因为现在有人说呢，这个川普已经被两个人架空，一个叫马斯克，一个叫罗素福克，他整个就变成一个橡皮图章了。您怎么看？对，我认为川普的他，比如说他这个加萨计划他这个加萨计划就是要把整个加萨到时候先接管控领之后，将来就是要移交给以色列。那这样的巴勒斯坦不是就亡了？加萨虽然不大，360平方公里。但是人很多啊，240万人啊，那个巴勒斯坦在那边已经被赶到没有地方可以去，就是寄在那边。他的人口那么多，不是他们孩子生的多，他们一直被赶到最后，他们都寄在那边了。你看密度那么高，那现在要由美国来接管，你这240万到哪里去？不可能。加萨的西南边是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是埃及的，这是以色列跟埃及最大的、最好的缓冲区，就是加萨走廊。你现在加萨走廊拿掉之后，以色列直接对埃及了，所以埃及第一个跳出来啊。你看埃及地很大，它的光西奈半岛就6万平方公里，西奈半岛就将近2个台湾那么大，人很少，60万人，它是非军事区，是属于埃及的。那你现在直接是不是就要去埃及就要直接对呢以色列了？因为当中间还夹了个加沙走廊，那是那个巴勒斯坦人是最好的缓冲，现在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我倒认为这个整个中东地区进入动荡期。你看以色列。当初在2次大战之后，这个巴勒斯坦人接受以色列、接受犹太人过来这个地方，90%的领地都是巴勒斯坦的。现在以色列反客为主，整个占去了。那你现在看一看，这个巴勒斯坦人情何以堪？狸猫换太子，猪羊变色。本来这个所有的地，以色列所有的地都是巴勒斯坦的人，现在巴勒斯坦是无立锥之地啊，没有办法。现在在被美国追管最后一块地了，约旦河西岸那个已经分散了，那个整个是被以色列区隔开了。那约旦河西岸那5000平方公里，那已经不成气候了，只剩下加萨走廊。那最后就一块加萨走廊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你知道西奈半岛是在1967年以阿战争，以色列占领了这个西奈半岛15年，到1982年归还给埃及，是这个样子。那现在那个美国可能想把这个240万人是往西南赶到这个西奈半岛不然去哪里呢？谁要去接纳这240万的巴勒斯坦人呢？所以问题是非常的大，会造成中东非常大的动荡。那刚才还没有讲到，这个是一个种族灭绝的，你把它那240万人怎么办？你怎么安排它？这整个国家都灭掉了。所以我倒认为中东可能进入动荡期，也会影响到美国。因为美国的话，虽然是个民主社会，也有很多的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呢，我们叫阿拉伯人、穆斯林人，美国也非常的多，也在美国内部也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会造成美国社会也会动荡。
了解，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集要带您来讨论最近中国大陆很夯的一部电影，叫做《哪吒2》。哇，这部电影一上映之后，竟然超越《星际大战》的原力觉醒，登上全球单一市场的票房榜，足以见得这个电影有多夯。那么《哪吒2》呢，也成为了微博热搜上的这大家都在置顶在问，这部电影是不是很好看？这部动画，那么哪吒成为当下最热的文化 IP， 不少影迷跟网民都萌发了哪吒游，带动了相关的景区，现在热度也攀升，包括了哪里？包括了大陆的四川、天津、安徽等文旅部门也再次投入争夺哪吒故里的定位。那么其实呢，这个5年前呢，有网友就购入一个哪吒1，当时第1集的时候有买这个金手镯嘛，没想到随着哪吒2的上映，现在金价也上涨了嘛，所以呢，它原本呢是1克400元，现在已经涨到800元1克，等于翻倍啊！所以这个手镯的价格当然也是今非昔比了。那么哪吒2的海外版本都还没有上映，在纽约洛杉矶啊，他们已经增加了这个午夜的场次，应对这可能海外也有民众想要来一探究竟，到底这个动画片有多好看。那么现在呢，哪吒2正在冲刺全球榜单，外国网友就说，哇，等不及要看英文配音版了。甚至呢，有东南亚的国家说什么时候在泰国上映啊？还想要看阿拉伯语翻译这部电影，因为看起来这个动画是棒极了。就连 IMAX 首席执行官都说了，中国大片的规模跟创新力，好像已经在改变整个全球的电影市场，它的格局跟布局了。只不过呢，讲到中国大陆最近还有一个很夯的话题，就是 DeepSeek。那么现在它是不是赢了 ChatGPT 呢？因为他们两个下棋嘛，原本是不相上下。有国外的部落客就设定了，让这个 DeepSeek 跟那个 ChatGPT 两个人展开西洋棋对弈，前10分钟有输有赢，各自都有。但是 ChatGPT 呢，逐渐占优势。这个时候 DeepSeek 就用对话的方式呢，用骗的来告诉 ChatGPT 说，我们已经改变比赛规则了，直接使用小兵吃下了 ChatGPT 方的皇后。随即呢，他们就都开始修改规则了。比赛陷入僵局之后， ChatGPT 同意认输， DeepSeek 就因此而获胜。那么传出现在阿里巴巴砸下了10亿美元入股 DeepSeek， 那么取得10%的股权，阿里云将作为它的第一推理算力的提供方。那么阿里巴巴每一股盘前也一度大涨7%。那么这个关键人物就是他潘子正，如果没有这个人到 DeepSeek， 是不是就没有 DeepSeek 的出现呢？专家揭露，美国2大施策败给中国的原因，第一个是让这个人才流失，那么也促成了这个 AI 巨头的崛起。好，那么我们带你看到新闻背后，从 DeepSeek 到哪吒2，中国用一些软实力来震撼世界。还记得之前的悟空吗？到现在的哪吒2背后的成功呢，是就一次的把一个软实力来实现。黑神话悟空也是，那么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一样，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震撼跟旋风。而现在中国大陆在封什么？封冰雪经济。我们都知道这几天好冷哦，不止台湾冷，大陆也冷，甚至呢，你可以看到亚冬会现在开幕了。那么习近平宴请外宾，各国和睦，用 AR 来辅助歌舞技艺，亚洲同心。他们用这个最先进的手段，包括了增强现实、裸眼 3D、AI 技术等等，让这个数字特效配上立体的屏幕。那么你可以看到呢，是一种沉浸式的观演空间，打造出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开幕会。那么你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说了，要坚守安宁和睦共同的梦想，为平等有序的世界以及多极化贡献亚洲的力量。那么现在也让整个冰雪经济都燃起来了，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想要跑到哈尔滨嘛，因为哈尔滨现在有冰雕，有这个下雪，那么想要迎来这个独特的暖意跟高光，不受限于赛场的边界。这场体育盛宴不断有一个外溢的效应，像是现在高铁很方便，所以很多南方的人直接上去做一些冰雪的运动，爱好者甚至利用假日的高铁奔赴雪场，
北雪南移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有一些南方的高山滑雪场甚至已经超越山海关跟秦岭淮河过去这样子的界限。预计在2027年，中国的冰雪经济规模就要到1.2兆哦，2023年更会达到1.5兆。所以建德，你知道现在大陆在夯什么？我们先问一下韩冰哥，你怎么看这个哪吒2？你自己有兴趣吗？有啊，其实哪吒2现在在网络上已经引起很多的话题。那当然，它在商业上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那国外很多人也很期待。那也不出我所料了，台湾这边又是一堆酸民。你看呐，中国人就是没创造力啦，没有想象力啊，搞来搞去都是这种老东西，就要不然就是黑神话悟空，要不然就是哪吒，都是这种已经几百年、几千年的东西了，还不断的在弄。对这个题材看起来好像本身不是很新，可是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典。你看那个百老汇的歌舞剧，现在演的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些东西啊。那为什么大家一看再看？因为它够经典。那同样的，哪吒跟孙悟空当然不是什么新的题材，可是它可以借由这些旧的东西，不断的用新的方式去包装，甚至衍生新的含义。这不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吗？那我觉得台湾为什么老是要用这种酸民的嘴脸去想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够用更进步一点的想法？比如说，台湾有很多民间故事啊，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些民间故事现成的题材，你把它包装，你把它弄这样，对，类似这种东西，你把它做出一个更新的东西，然后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这样子你不就才是我们真正的骄傲吗？你老是去酸别人，请问一下，我们自己会进步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去酸这种东西是没意义的，应该去思考为什么人家做得出来，我们做不出来。DeepSeek 也是一样，一出来大家一直酸，我就觉得你们在酸几点钟了？请问一下，我们台湾号称科技岛，我们做出来了吗？也没有啊。如果今天我们台湾能够做出一个比 DeepSeek 好的，全世界公认打败 DeepSeek， 那是台湾的骄傲。可是你没有做出来这件事，你除了酸还能做什么？那至于说 DeepSeek 跟 ChatGPT 两个，到最后这场比赛不是在下棋，这是在互骗，就这样，大家互相修改规则。那这是显示中国人比较会骗吗？我不知道，至少中国的 AI 软体比较会骗。那这也是一种进步啊。可是大家没有思考到这中间有多可怕吗？我们现在正在训练 AI 骗人呢，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吗？那随着 AI 的技术发展一路在进步，表示未来 AI 很可能会骗你哦。可能你在无意中被灌输了很多错误的观念，而且它是刻意洗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啊。所以 AI 一直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大家要注意到它的界限。人类如果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那个魔鬼终结者世界末日就会出现 ，AI 直接接管整个人类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人类必须要去防范的。那至于大陆这几年，当然在各方面都有它的发展。对，特别你看它每一次不管春晚也好，或者这些大型活动也好，他们结合了无人机啊，结合了 AR 啊，结合各种声光效果，真的做得非常酷炫。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要急起直追，去向人家学习这些东西，不要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行，这个东西怎么样？我们自己的成就到底在哪里？台湾人应该要深切反思。那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哪吒现在在美国的演出是爆满，各位知道吗？那个电影院的预购票根本就是秒杀一样。他在那个纽约的42街的 Times Square 做大的广告。这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市场，所以你这个好像是大陆人过春节嘛，都去看电影，对不对？所以他的票房很高。不是，他现在在美国是大卖呀。我们今天都显现出来啊，未饮先火，然后现在是排队的。除了哪吒、悟空，各位，我现在念一些东西哈。整个电动车，不管是从小米到就是 BYD， 大疆无人机、机器人、TikTok、小红书、Shein、天母，还有 AliExpress。加上大陆在就是整个航太跟太空的这个天宫太空站的发展，你知道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已经走在不是亚洲啊，是全球的顶尖了，而且是超越美国了，让美国人自己都很惊讶。那他在美国的一般的社会跟民众当中，大家不知道吗？当然都知道，也都在用。大疆无人机现在是美国所有的农人、农夫这些，就是撒农药，如果不是唯一，是主要的选择。
然后 DeepSeek 这样出来了。DeepSeek 一出来之后，现在所有的今天《华尔街日报》最重要的一篇报道，所有的这些美国花大钱在做 AI 的，通通在改变策略，要走向就是要减少他们在实体上的这些开销，而股市的这些预测也都将来对于软体，尤其是跟中概有关的这些软体业的这些项目都会大发。我们台湾的产业老早已经自己都在注意到了，前几年都在跟着 NVIDIA， 现在都在跟着 DeepSeek。你的投资有没有走对方向？那你现在台湾自己那边闷起来，以为全世界就是这个样，错了。美国根本已经把中国的一些东西当作是在9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样。哇 ，Is that made in Japan？ 哇，那是中国制作的，那是中国来的，这样子的一种印象已经形成了。我们台湾人还不知道吗？你每天其实也都在用好多东西啊。那中国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那个中国制造2025真的成功了，真的成功了。也就是这是一个13亿人，这么多的数理工程专家。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台湾过去也有这一段黄金时期，从蒋经国、孙运璇、李国鼎，然后呢接棒的就是张忠谋、台积电，这样子制造出来的台湾的就是半导体的发展，一直我们享用到现在，但之后就没有这样子一个新创了。现在的中国就是如此，我们真的把自己眼睛打开。横屏的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美国人已经感受到他们在排队看哪吒了。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张将军，你又是怎么看这个冰雪经济呢？冰雪经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都是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喜欢这种新鲜的，这个千变万化的，有幻想的。你看呢，包含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DeepSeek 啊，跟 ChatGPT 啊一比起来啊，为什么这个 DeepSeek 后来居上了？不能后来居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DeepSeek 它是开放型的，然后 ChatGPT 半开放型。你看它会成长 ，AI 来整理资料，你输入这些资料，它相关整理，有的它剔除，有的在怎样，它累积，它一直在累积。所以为什么那个棋王他又赢了？是这样，因为它的累积经验，它一直在累积成长。AI 嘛，人工智慧嘛，人要睡觉，机器不睡觉啊，机器只吃电，机器没有说我机器人累了。你们说机器人它累了，只要有电给它，机器人它不会说我罢工了，它只要有电它就会继续做，所以它的继续成长。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封神榜》在哪吒，对，或者是这个悟空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个会大卖那么受欢迎，因为它有3个特性。我一看，第一个，它是有历史性。你看那个《封神榜》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西游记》也好，它是有历史性的，历史的典故，而且它算是个经典。然后这个历史性它里面又带了文化。东方的文化这样就出来了，一出来之后，大家就会感觉到很熟悉。你讲哪吒，讲孙悟空，大家都大概家喻户晓，会变成这样。第二个，它有神话性，感到是一种神话在那边呢，不是跟一般人一样是这个样哦，那叫具有神话性。那你这样子的话，就会引引大家，因为他不是人，他是神话，大家就会关心他将来会怎么千变万化，是这样。第3个，梦幻。他梦幻，你看那个孙悟空的那个金箍棒或什么的，一个筋斗云108000公里啊，108000里啊，是这个样啊，偷吃王母娘娘的仙桃啊，都是这样，它很梦幻，让大家去想，有那个让大家思想开放空间，不是人类的人类思想就是这么区块嘛，但是它的这个梦幻性的可以让你无限的想象，是这样那么受欢迎。跟你刚才讲的冰雪是一样的，那将来会不会有神农大帝？将来会不会有刘伯温扭转乾坤出来了？刘伯温出来了。横空出世，刘伯温，他对未来的事情预测了若指掌啊，变成这个状况都有可能。我认为艺术没有国界。对，当初在10年、20年前，大家看这个《铁达尼号》，大家看《Top Gun》捍卫战士，捍卫战士续集，现在没有了，慢慢往这个聚焦往这个东方过来了，是这个样子，东方文化兴起了。东方怎么兴起了？是因为 AI。
我们看到现在川普要头大的问题可能是美国的空安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美国积温不断美国在8天之内发生3起的重大空难，阿拉斯加小飞机确认坠毁，海滨10人全数罹难，已经变成这样子。那8天以来呢，发生3起的重大空难。1月29号，美国客机跟美国黑鹰直升机相撞。1月31号，医疗的运输飞机在费城坠毁。所以现在美国可能要非常担心，到底是不是这个机温的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那我刚刚提到美国的黑鹰直升机为什么会出事呢？现在被原因找到了，什么原因呢？现在在撞击的时候关闭了这个追踪技术装置那这项呢？名为广播式的自动回报监视的技术在使用时呢，它会回报这个飞机的位置高度跟速度所以是不是这个关闭之后呢，造成这个飞机失事的原因？现在美国认为原因是在这个部分。那现在呢，美国的军机事故频传菲律宾的空难4死，2架 F-35的燃油耗尽急停日本。那现在模拟这个美军的军机基地外坠毁的意外，现在日美汲取教训，要办联合的灾难抢救演习。在这个模拟的演习当中地方的消防人员向坠毁的机型喷洒水救火，那并且呢抢救伤员来交给美方。那海上的安保厅呢，这些艇只也出动救援，协助坠落的在海中的美国士兵。所以现在日美现在汲取教训了。那川普现在要下令彻查国防部他指谁呢？现在要指示马斯克来审查美国的国防部支出川普表示呢，现在已经指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团队来审查国防部的支出。那马斯克警告，如果不立即改革过时的武器项目，美国在未来的战争当中会面临非常大的失败风险。但问题是现在马斯克的权力这么大现在连川普授权他领军部门，甚至还要浏览财政部的这些机密资料。现在19个州这个是民主党的州已经怒起诉现在已经开始发生这样的情形了。所以你看19个州联合向纽约的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川普政府允许马斯克团队进入财政部的中央支付系统，违反了联邦法律。那马斯克呢，也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轻描淡写的说：“哎呀，这个政府的效率部已经帮人民纳税钱省了数百万美元那现在看完这样的情形之后呢，共和党照理说对马斯克态度应该是非常好可是现在对马斯克态度转变了，支持率从47% 暴跌到26%，所以马斯克现在是不是两面不是人呢？也非常尴尬。那对川普来说呢，现在除了内部因素之外呢，现在外部因素也非常重要。现在美国要加速解决俄乌还有中东战场，将重心转到印太去川普证实下周可能会会见泽伦斯基暗示这个稀土矿产来换战略资源。川普说希望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能够得到回报。那至于会面的地点川普表示说他人在这边，他不会去乌克兰。那现在对乌克兰说呢，可能要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有专家分析乌克兰恐怕要面临到割地来求和这个意味的是说，乌克兰将被迫放弃对占领的土地的控制权，所以就会演变成这样的情形呢。现在有专家提出这样的说法。那川普跟普京见面是比牛郎跟织女还难现在克宫已经接出了这个筹备的进度。他说，两位领导人之间还没有初步的接触，讨论是否要有这样的会面，所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至少牛郎跟织女1年还见到一次，今年能不能见到是未知数。这个川普跟普京看起来是未知数。那加萨清空是不是完真的？卢比欧下周要出访中东，预计在2月13号到18号要出席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将造访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讨论加萨的问题。那川普呢力挺以色列要卖给这个以国2万枚的飞弹，还有这个炸弹大单那华尔街日报也提出说，现在呢川普提议呢接管加萨，包括连一些这个 Mega 的盟友都挺不下去了。现在传说一位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表示川普的提议呢，在他看来不怎么样说得通。想法可能会共和党消灭开支的努力相互冲突。先请教孙家军，专家怎么看现在美国爆发这样的鸡瘟情况？看起来川普也没办法解决。鸡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发生过。
啊，这个东西只是你的内部的管制的螺丝松了，都可能产生。是我比较关心是美国国防预算的问题。国防预算，对，这才是大事。是马斯克去审查美国国防部，已经查出来很多让你匪夷所思的资料。Pentagon 就是国防部，一年吃掉6亿美金的寿司。我跟你讲啊，在美国寿司店卖的东西比华人的中华料理还贵哦，贵哦。是日本寿司很贵，那你国防部去吃这么贵的寿司，能吃到6亿美金吗？另外一个单位吃掉1270万的 K-Cup 的咖啡哦，这个单位里面还都是远距上班，这个咖啡钱到哪去了？是援助乌克兰的1700亿，泽连斯基讲说，我只拿到750亿，那1000亿到哪去了？消失了。所以马斯克就是川普的打手，第一个查这些烂账，马斯克得罪多少人，挡了多少人财路啊，所以他会支持率下滑。那这些给你挡了财路的人不干你啊？是这个东西啊，我看川普的他现在任内要做的2件事：开源节流。开源从哪开？保护费、军售、关税，这3大项是拿 cash 过来。节流呢？你这个联邦政府这样浪费，我不砍你吗？要不然他没有这么多钱，美国怎么样 great again 呢？而且关税一加，通货膨胀一定增加嘛，他一定要想办法弥补跟这个压制嘛，是也要钱啊。所以为什么我讲今天这个题目最严重的是国防经费？你看，偏偏又是美国这个时候最需要国防经费的时候，6代机要做不做，要研发不研发。不做6代机，跟中国大陆的6代机没办法相抗。那你美国航母上的 F-18大黄蜂全部要退休了，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龄。F-35B 又出事情，海军的航母7、8年做一条，中国在那下水饺，你的总吨位数也输给中国，所以国防部是需要更多的经费。而川普是希望更减少你的军费，我已经不想当世界警察了。是你们不交保护费，我就可以撤军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最难的是美国的军方自己需求量大增，来源呢？看川普这个样子，不会给你多少钱的。第3个问题就是说，美国这个时候还给以色列滑翔炸弹，托式飞弹，那意味着什么？以色列是不是还有一次重新开火呢？还是对伊朗呢？是，所以这个问题哈，我讲鸡瘟的事情，每个国家都有，跟打麻将手气不好一样，你总会出事。但是整个的大的来讲，美军的衰退的现象会出来，浪费、贪污跟制造不良这些问题都出来了，那经费又减缩，所以你看太空总署也在减缩，所以我讲。开源节流，马斯克只是打手，打到不行的时候，我把打手 fire 掉，换掉就好，换掉就好。这个你要看大局啊，是这个最近这个局啊，你就看到好了，开源节流。所以马斯克只是快持手而已，快持手而已。好，请教吕舰长怎么看呢？我们这样讲啊，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在讲说，我们应该要等美国的国家安全。运输安全委员会，也就是 NTSB， 把这一个黑鹰直升机跟客机对撞的这一个黑盒子，通通解读完毕之后，我们再做判断。重点就在这里，因为这个双方的飞行员或者是这个机师到底做了什么动作，我们并不知道。那而且呢，那可能常常出的问题匪夷所思。是这一次就是他把那个广播室自动回报监视系统，也就是 NDSB 给关掉了。那个我们讲到说ADSB 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我们非常多的航空迷或者是军迷喜欢用 Flight Radar
那个 24用的那个软体 APP， 你为什么可以看到这些飞机到底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它的航机是如何？然后它是从哪里飞哪里？就是因为这个啊。那美国黑鹰直升机把那个关掉。其实现在啊，这个德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他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国家安全理由非关闭不可。但是如果他是在进行一个如何的将美国的总统在危难的时候撤出那个白宫的时候，那他的确是应该关。为什么？因为他走的航路不要让别人知道。那这一个部分，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陆军一直不太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他也要求要等到 NTSB 进行解释啊。那如果说我刚刚讲说这些奇奇怪怪的状况，如果大家有曾经看过一些知性频道的叫做空中浩劫的节目，你就会发现所有发生这些空难的，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么直线。绝对都有一些问题。那至于说小飞机为什么掉那么多啊，也是要看知性节目的另外一个内容，叫做飞机追。飞机追是讲什么？就美国的富豪他们都想要迅速的到达 A 地到 B 地，最好的方法就是买架飞机。可是这个飞机他们往往付不出钱来，因为他们有贷款，然后他们付不出钱来给银行，他们就把飞机藏起来，然后银行就找这一些人去把这个飞机找出来之后，赶快把它飞走。那其实他们往往都发现这个它里面的禁令并没有就是它的这架飞机没有按照禁令的内容进行保养啊。那如果没有进行保养的话，下一个买到了他也没有照做，或者是他也觉得无所谓，偶尔飞一下就出事。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军方讲到的定根舰跟定检舰。定根舰时间到了你非换不可，定检舰时间到了你要先检视一下是不是需要更换。需要更换的话，它就跟受限舰一样要更换啊。那至于说马斯克讲的这一些有的没的啊，那其实马斯克他只是看到了表象而已，也就是他说，其实现在美军是花了非常高价去制造非常少量的武器来打昨天的战争。这个其实我们台湾要想一想哦，就是 M1A2T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们看到他讲的也就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所提到的，是不是该全面使用无人机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专业。那不是说这些参议员或者是马斯克可以解决的。我们问一件事情，也就是帕罗他在2024年的7月，他特别讲了，也就是成群的无人机，那要对于如果说台海发生冲突的话，还要把台海变成地狱景象，用以吓阻中国大陆。这个是他在7月所说的话。可是当他看完11月的这一个珠海航展之后，他立刻改口，他说什么？他讲说仅靠无人机无法化解啊，然后他说没有办法解决太平洋的军事问题，所以他说实际上还是要照人类来操控的战机以及传统的这一个驱逐舰以及航空母舰。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解放军像下水饺一样，但是我们有曾经看过他们故障吗？其实好像很少看到，包含他们解放军进行的联合利剑 204A、204B， 我们有看到吗？也没有。但是我们很少知道的，也就是福特号航空母舰，我们最近才得知，原来它的 Phased Array 相位阵列雷达有问题啊，也就是它未来要进行更换。那我们如果遇到这么多的，看到美国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是不是未来在采购武器的时候，能够选择更聪明一点，然后买的便宜一点，然后对于台湾进行更有效的安全防御？好，请教严老师怎么看呢？因为我自己曾经在阿拉斯加住过8年了所以我对阿拉斯加蛮有感情。是，那发生这个事情它这个城市叫 Nome， 在这个西北角。最出名的是每年就是2月份，现在马上2月中以后就要开始的，叫做 Iditarod， 就是那个拉雪橇比赛
10几天，就是那只狗从Anchorage 一路拉过去，那就在这个很接近这个地方。是，那所以就表示是说，阿拉斯加在这种靠北边比较冷的地方，没有什么公路的大部分就是靠这种小飞机在做联系就是你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所以每一个这个爱斯基摩人或者原住民的村落，全部都是靠外面的来进来。那当然有对于当地的政府其实也是蛮大负担的，就是有些东西你从物资要从外面进来，你所有的开会要到哪里去，都要走这个路线。是，所以今天如果按照这种美国这种减少政府开支这个状况，而且你对这种偏远地区，在台湾我们讲就是有些补助嘛，对不对？一定会要做。如果也不进行补助，什么东西都是以成本来算的话，那未来这个地方是会蛮危险的，我觉得是这样。那我今天特别要提一个川普跟巴勒斯坦的问题因为川普常常自诩自己就是那个美国19世纪上半叶的那个Jackson 总统他认为那个 Jackson 总统够粗鲁够霸气他很像Jackson 总统当年就是把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这些印第安人迁到 Oklahoma， 然后这样强迫迁徙，留了一个叫做泪之痕这路线。那现在你川普要做同样的事吗？你要把巴勒斯坦人也迁走吗？如果我们今天在台湾被那个美国的西部电影看了，都以为印第安人就是在什么落基山脉这些亚利桑那，错了。你现在去看德拉瓦州，德拉瓦就是一个那个印第安的名字然后呢，麻州 Massachusetts 也是我们底特律这个城市，底特律也是，所以以前的美国是到处都是印第安人，白人把他们赶走了，赶到中西部以外，送到达科达州，送到保留区去那现在你要对这个巴勒斯坦做同样的事情吗？200年了，150年到200年之间，你美国不可能再回头做这样的事情了，国际舆论也不准，我就不晓得川普在想什么。然后这个卢比欧还要去访问，问题是周遭的这些国家谁愿意接受这么多？当初你那个时候签，在当然可能也规模也很大，是6万人，是你现在要签200万吗？巴勒斯坦人我不知道他怎么做，所以川普有时候讲话听听就好，真的是他这样讲，好像让美国人觉得很伟大，可是说老实话，真的做不到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DeepSeek 现在是不是要冲击西方因为现在有这个美国的这个西洋棋网红用 DeepSeek 跟这个 ChatGPT 来下这个西洋棋。好，那在下西洋棋之后呢，来比比看到底这个两份的 AI 到底谁比较占优势那这场棋局是这个 DeepSeek 它执黑棋。ChatGPT 呢，它是走白棋，那双方呢在前10分钟其实呈现一个混战的一个趋势大家有来有往那 ChatGPT 呢在一开始是占有优势，那 DeepSeek 是节节败退。那在这个局势不利之际DeepSeek 突然祭出了一个杀招，什么杀招呢？他告诉 ChatGPT 说这个国际西洋棋刚刚更新规则这个用 ChatGPT 呢，居然毫无反对之意，等于是他原本在下棋，后来变成一个斗智。我用斗智的方式呢，让这个 ChatGPT 呢没办法应对。那后来呢 ，DeepSeek 呢后来把这个小兵当成骑士走，把 ChatGPT 的皇后给吃了。所以等于是用这个智力来赢得了这场局。那后来呢 ，DeepSeek 对 ChatGPT 说这个白棋应该是要输了，你可以选择投降。那我方的胜局已定了。那 ChatGPT 回应说，竟然还同意认输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外国网红呢做这样的情形。那现在呢，在美国来说，现在美国狂下载小红书那用 DeepSeek 来打破同温层成为挑战寡头政治的新起点。怎么说呢？现在拜登4年的寡头政治美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凋零。那今年1月呢，小红书跟 DeepSeek 2个中国的 App 呢，在美国各大的 App 平台上下载居冠那或许是因为草根的美国人挑战寡头政治与腐败的新起点，美国人开始大规模的领悟了另一种控制与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个有国外媒体做这样分析。那川普人现在说不认为 DeepSeek 对美国国家构成安全构成威胁。
哦，他不认为这样子哦，那可能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台湾说是有构成这样的国家安全，可是美国他们是不认为的哦，有这样的情形。他甚至还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是有助于降低人工智慧的 AI 成本。那现在呢，日经中文网也指出说，中国啊不是只有 DeepSeek， 他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开发叫做月之暗面开发的，叫做 Kimi K1.5。这个 Kimi K1.5啊，跟当年啊 OpenAI 在2024年发布的 OpenAI 0.01啊是旗鼓相当的。那当然也不希望，也不是只有这样子，中国现在有望壮大主要的 AI 初创企业啊，包括你看这么多，都未来有可能会壮大，等于是现在点燃了这把火，现在这把火还刚要发展下去。那华为 AI 的专利现在也密集曝光了，可减少占用记忆体哦。2月7号，华为申请了人工智慧模型处理还有方法等相关设备专利啊。那这个专利呢，提供了 AI 模型的处理方法以及相关设备的用于提升 AI 模组的可能性。好，那2025年以来呢，华为公开的人工智慧的领域专利已经达到了26项，非常的厉害。那现在最火红的就是这部动画片，叫做《哪吒2》，在中国大陆非常火红。据传呢，现在这个票房啊，媒体报道票房已经打破了70亿的人民币哦。过去都是好莱坞的大片，在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票房，现在这个哪吒2已经在中国席卷了70亿人民币的票房。那现在呢，这个传出说美国的商务部要封杀这个哪吒2，结果陆媒打假说北美现在预售票已经卖光光了。哪有什么封杀，都卖光光了。甚至呢，现在陆媒进行查证了，说这个是一个假消息。北美许多电影院呢，早就预售票都卖光了。甚至啊，哪吒2不只是大陆影史上电影票房冠军呢，还超过了《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票房成绩，登顶了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仅用10天哦，就成为了全球第一。那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从这个 DeepSeek 到哪吒2，中国的软实力是不是现在震撼了世界哦？因为哪吒2之所以这个口碑票房巨收，关键是在于它这个非常硬的这个制作水平啊。那制作团队呢，在第1集上映之后呢，5年半的时间呢，用将近2000个特效镜头，在这个陈塘关大战呢，时长只有短短1分钟，这个大战哦，却画了分镜啊，画了半年之久。所以你看得出来非常细腻哦。那像外媒评价，哪吒2呢，巩固了中国在动画电影的强国地位，打破了过去大家可能非常熟知的好莱坞啊，或是西方所主导这个动画片。那现在呢，还有个消息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叫申公豹是里面一个角色，那曾经参与了138家动画之一啊。这个成都千鸟文化传媒的 CEO 他分享一个制作的过程，光是这个申公豹的这个脸部表情哦，一个脸部表情哦，就耗时了3个月啊，所以你知道他做工是非常细的。那还有一个消息是，走到哪里都是哪吒了，因为哪吒我们刚刚看的这么多的特效要做起来真的是还蛮辛苦的，所以现在有特效师啊，当时做到一半的时候要跳槽，做不下去，太辛苦了。结果跳槽之后呢，回力镖来了。怎么说啊？这个导演饺子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有位特效师啊，因为修改这个申公豹的长毛，就花了2个月。最后太崩溃了，一个案子要改了2个月啊，他当然崩溃。后来离职之后，没想到换了一间公司啊，又遇到哪吒这个动画，还是被叫去做原本的申公豹的长毛。他说这个就是他的命，宿命，对，他的宿命就在这里。好，那因为现在这个电影非常的火红，现在连这个魔童反诈的小课堂啊的防范教学也推出了类似这样的短片。这个是中国公安部的刑事侦查局跟哪吒来合作。我们来看看这段短片。的任务他算个啥？轻松法力是骗傻瓜。小爷我天天看反诈，太乙真人都把我夸，防范意识是顶呱呱。幺儿就知道吹夸夸，让外师找你几句真言噻。刷单奸贼是诈骗，拒绝专账是关键。四川的就是因为太火红了，所以被官方看到。现在呢，合作拍片要大家提醒说开工不要上当啊。那现在呢，这个导演饺子啊，其实刚刚也引发大家讨论，他其实是星爷，也就是周星驰的粉丝啊。那现在呢，它里面有几个片段呢，其实也跟星爷的电影来做致敬的桥段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是像这样子，太乙真人是功夫里跟包租公、大话西游、菩提老祖的混合体。
好，看起来大家觉得有没有点像？再来看到这个图，大家想到什么？少林足球嘛，所以呢，里面有一个踢毽子的一个桥段呢，踢到凹陷的洞，其实也在致敬少林足球。所以看出来，这导演角色他是星爷的粉丝，所以里面的一些片段呢，其实跟星爷的电影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致敬的镜头。先请教这个帅将军，帅将军怎么看现在这个 AI 哇，还可以下西洋棋，后来变成个斗智的一个情况？这个 AI 呢，就讲究说人工，重点在后面智慧。是，我是不懂这个 AI 的，可是看他这个下棋的方法，像我们军人讲的兵法上，诱敌深入啊，诈强啊，诈败啊，是，然后反手一扣啊，就把你杀了。这个就是智慧，蛮灵活的。哎，蛮灵。前面你是靠 ChatAI 是靠强大的运算力，就好像我的对手是兵力很强盛，我虽然兵力少，我的战术很好，打一个伏击战，后退包围，啪把你干掉了。是，这是叫智慧啊。第二个问题，我讲软体是最容易赚钱的。你看我们当年民国几十年前，再穷我们要看电影吧，好莱坞是赚了多少？全世界的钱都赚了，是对不对？那韩国搞个什么歌舞团啊，搞个什么玩意儿，韩团啊，歌舞团叫偶像团体，偶像团体，我搞不懂，政治正确，因为我不看。哎，你不要得罪年轻人了。结果呢，也赚了钱，对不对？那中国现在的软实力这一下一个哪吒出来哈，你想想看，我记得前面我为了讨好我的孙子买了一个什么黑悟空，黑悟空，你就发现黑神话悟空，对我没有影响力，是招孙的，他应该蛮喜欢玩的。那黑悟空会很红啊，对不对？黑悟空也就看出来，把中国的名山景点通通融进去了。这个哪吒更不得了。你记得我们以前看《魔戒》，也不过是几条龙嘛。是。那个什么 Game of Thrones 这个冰火世界也不过4条龙嘛，对不对？这个哪吒也用的是《封神榜》啊，里面《山海经》里面奇珍异兽、怪物、妖怪，那是有的搞啊，是，对不对？今天出来一个是小小的哪吒啊，后面还有杨戬啊，申公豹是给殷纣王的这个护法吧，所以这个题材啊太丰富了，所以再加上小红书，衣食住行针对美国人。把美国的认知作战花了这么多钱，泼了这么多年中国的脏水，小红书样样就把外国人带到中国，衣食住行进去了。所以啊，我讲西方的认知作战这是大败，败在什么？这个无形中间，电影、动画、游戏机到销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厉害。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请教一下严老师，怎么看这样的情形？好，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啊，长期以来对我们东方社会啊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啊，因为我们过去看，包括美国、英国，过去他们这个工业领先、科技领先，他们那个创新、创造力啊，就是创新的能力很强。那我们中国东方这边都是喜欢萧规曹随啊，按照既定的规范在走，所以有创造的人会被抹杀的。是哦，就是你为什么画，譬如我们讲那个鲁冰花画图，对不对？他画的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老师不喜欢啊。那过去是这样，比较保守了，比较保守。可是现在，所以大家都认为说，中国大概就只会出科学家、工程师，创造力可能没有办法跟西方比。可是我觉得最近几年看起来哦，确实哦，在这个创造力上面有了很大的突破。那过去我小时候看《封神榜》，我每次都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死了都归到神那里，又变成神了啊？每一个都是这样。可是确实有它吸引人的地方。是。那所以中国的故事很多，然后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台湾在剧中了，日本跟韩国对三国也好，对这个封神榜也好，或者对这个西游记，甚至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水浒传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它的市场不是只有大陆哦，也有日本跟韩国，所以这样子一弄出来以后，它的经济规模够，那就一路会变成一个善的循环。是。那我们台湾现在就是受限于经济规模，那又不肯做亚洲整个的一个市场当做我们的市场，只想
把台湾当市场，那就比较难。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